快瞅瞅哈，快瞅瞅我在哪，给你们瞅瞅。快瞅瞅。哎呀，今天我出来溜达了，相亲成本贵，生命价更高啊。周五来了一位25岁和31岁的姑娘找对象，现场惨烈这个词，我觉得真的不够表达的。11点多，25岁的姑娘先来啊，她想找25岁到35岁之间有房子、工作稳定的男士。我问她有房子有贷款可以吗？她说可以。这房子在郊区可以吗？她说可以。哎，聊着啊，就来了一位31岁的姑娘，说自己下午赶时间上班呢，就想先沟通。那这个25岁的姑娘，人家也挺明事理的啊，就让她先谈。她说自己31岁，本科学历，有车有房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年薪10万左右啊。她要找的男士有车有房，车是 BBA 啊，房子要独立婚房加学区房，工作还得是铁饭碗公务员啊，年龄35岁以内未婚啊，还得比她大，年收入不能低于20万。然后啊，那身高、颜值、性格、后续等等一大堆，我的娘啊，真的太多了。还没等他说完呢，我就直接秒拒啊！我说我这边庙小，你要的佛太大啊！他听完就不愿意啊，说我是故意针对他，怎么那个女的就行，我就不行的？我学历比他高，工作比他好，年收入也比他强，怎么我就被拒绝了？这个年轻姑娘听见，可能人家也不太愿意啊，被拿过来比较，俩人就开始杠起来，话里话外啊，我比你小，我还没你那么多的要求。我一看这情况，赶紧劝开啊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尤其是两母啊。大龄这个姑娘呢也比较识趣啊，就不抬杠了，问我这要求很高吗？我的车是奔驰，那我要求 BBA 没有问题吧？父母给我买的房子虽然是公寓，但是全款，怎么就不能找条件好的呢？哎呀，我说一位男士身高180，收入20万，工作好，有车有房有户口，颜值还能打。不好意思，这样的男士啊，绝对会找年轻好看的姑娘的。那咱们看我视频的肯定有很多男孩子，对吧？那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找条件好大龄的，还是找这个哎呀水光瓦亮的啊这个年轻姑娘呢？他说不信，有很多优秀的男人都是看女方条件的。我问他，男人房子有贷款你接受吗？他说市里可以接受。我一听市中心房子贷款都要上百万了，你以为这钱是你动动嘴就有的吗？他说男人啊娶妻生子买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哎呦啊，姐妹儿，按照你的薪资标准啊，你省吃俭用啊，那不吃不喝吧也要几十年的，怎么就认为男人买房子容易，娶女天经地义呢？多少211学子看着180万的首付，那哭着放弃梦想回到家乡。你以为为什么大城市相亲女多男少啊？男人啊看着安家成本直接就投降了，回老家了，你还期待着找人结婚解决那上百万的问题啊？他听完反驳我说我这是歧视，说他长这么大一直都是别人眼里的佼佼者，怎么就到我这里把他评价成一个商品一样？听完我也很无奈啊，在相亲这个市场上，你只要进入就要接受现实的，没有人会照顾你的情绪，你确实是一个待评估的对象，你再有自尊和骄傲也没有用，你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被各种条件数据啊量化考核的对象，最后给出来你在这个市场上的最直接评分。大家都不讲究政治正确，对于女人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你的生育价值、胶原蛋白和身材会随着年龄变大贬值，越是优秀的男人越喜欢呀漂亮的脸蛋和身材好的体型。我说30岁以后啊，你择偶只能选择妥协，有舍有得才是聪明人的做法，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的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啊，是拎包摔门就走。哎呦，我的肝就疼啊，我心疼我的门呐，气得我呀！我老家的村里啊，那单身男人一大片，市里打工宿舍的男青年们也一大堆，你咋不找嘞？天天说自己优质，优不优质在婚恋市场上你喜欢男人说了算呀，我说了也不算。你的议价权随着年龄已经在变少了，如果你还是全部都想要，那你的结果就是胜着。婚恋市场是一个同性竞争的地方，你看着香的异性啊，别人看着也香啊，所以你喜欢的那个人没有选择你，那就是你在同性竞争当中啊失败了。这一条男女通用，做人呢得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找对象同理。以后超过30岁的再这么异想天开的，我绝对不接待。刺猬得给我看好门，不然我早晚得去了，比那过山车飞的都要快。有些大宝贝儿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。我给一对单身男女介绍对象啊，男女都是同岁的，28岁，女方是幼儿园老师，这个男方是工程师。上个月初啊，两人是第一次见面，互相印象都不错呀，于是又安排见了3、4次，就这么断断续续的认识了有1个多月。昨天晚上两人又见了面啊，吃了饭之后呢，约着去看了一场电影，还找了个喜剧片。哎呀，现场的是乌漆麻黑啊，男方就想着尝试发展一下感情嘛，鼓起勇气啊，伸手去牵了女方的手啊，结果女方直接把手给抽走了，和男士说了一句啊，我不喜欢别人碰我。好了，一场喜剧片给看成了悲剧片，男士心里呢是哇凉哇凉的呀。从电影院出来开车呀，一路把这个姑娘给送回家了，全程都没怎么说话。回家之后呢，这个姑娘就发现了呀，哎，这个男士啊一直没给她发信息，平常啊都会主动问她早安晚安之类的。那姑娘按耐不住疑惑呀，就第一次主动发信息给了男士，问他到了吗？
结果发现消息一发出去就发现了被拒收3个字，气得他呀打电话给男士发现一直占线也打不通了，他又找我了，问我至于吗？不就是没让他拉个手吗？然后就把我拉黑了。接着就是跟机关炮一样，嘟嘟嘟嘟嘟的说了好久啊。我问他你喜不喜欢他？他说呀感觉还行，可以继续认识。我说那感觉可以，怎么就不让牵手呢？这大宝贝儿跟我说呀，我们还没确认关系呢，怎么可以牵手呀？听完我问他，那怎么算是确认关系？他说得有仪式感，得表白。好，那男士如果现在不牵手和你表白，你能同意吗？他说不行，我们俩才认识1个月呀，我都不了解他的。听完我真的是被这个大宝贝儿给急的呀。你是去相亲的，不是去给他机会追你的。如果没好感，那就直接在他约你第2次的时候就直说呀，不要浪费大家感情。如果有好感，就不要矜持到约你4、5次了还不让牵手。你既享受了他对你的好，又不给他明确的态度，你这把相亲当成养狗场了呀。姑娘听完不愿意啊，直接就跟我说呀，我拒绝他，他要是不满意，那应该问问我吧，这二话不说就拉黑也太过分了吧。你是谁呀？干嘛要问你啊？人家有啥过分的？大家都是有时间成本的，你都28岁了，你以为和17、18一样谈校园爱情呢？一个成年人你要清楚你自己是相亲的，目的很明确，合适就在一起，不合适就换人嘛。你想干嘛？想让他追你把你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呀？还是觉得前世的500次回眸才能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，等他见你500次呢？成年人的世界里啊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都很理性，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，也都懂得及时止损的。相亲后约会5次还不确定关系的，不是养育就是找备胎。他说他没养育，而是真诚的和男方认识，但就是感觉来的有点慢。我一听可拉倒吧啊，你就是感觉他条件还不错，但是又看不上他这个人，干嘛冠冕堂皇的给自己找那么多的理由呢？身体的本能反应是不会骗人的，他拉你手的时候你直接甩开就是不喜欢，热脸直接贴了你的冷屁股。说句难听的话，你就算喂了5次狗，狗见了也会摇个尾巴让摸一下头吧。他听完又跟我说，这接触的时间太短了。我一听啊，哎呀，千万别跟我说时间太短，这接触太少，我见多了去了谈恋爱的，感觉来得快的压根挡不住，1个月确认关系都是很正常的。尤其是像牵手这种最基本的能直接甩开啊，那就是打心理排斥，干嘛不承认呢？后来这姑娘说呀，她确实不怎么喜欢这个男士啊，但她年龄大了，也没有更加合适的，想着先联系发展看看。这没成想呀，男士被拒绝1次啊，就直接不联系她了。她就有些后悔和失落。我瞅着这后悔和失落，是怕以后再找不到条件这么好的了吧？早干嘛去了呢？又想马儿跑，又想马儿不吃草，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不害臊吗？说的是。哎呀，你说气不气人呢啊？有些人相亲呢，浑浑啊都整那幺蛾子。上周末呢，有一对相亲男女啊，约好中午11点钟去火锅店吃饭。那因为周末人比较多，怕订不上位置，所以就早点去。结果阴差阳错呀，这相亲姑娘看成了1点钟去吃饭。于是这男士就早点到了呀，在火锅店门口的这个休息区等着啊。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姑娘，坐下就问他，你是相亲的吗？哎，男士一听啊，说是的呀。抬头一看，哇，这姑娘可比照片好看太多了呀，那是满心欢喜啊，立马招呼这姑娘去店里面坐下点菜吃。大家想想啊，一看到自己的相亲对象，那是一位盘量调顺的大美女，那心情肯定是格外激动啊！哎呀，稀里哗啦的就给一顿点呢，好吃好喝的全给上了。整的人这姑娘也不好意思啊，这认识期间呢，就把手机啊调成了静音。还有菜上齐了，俩人就开始啊吃饭聊天，全程呢聊生活聊的比较多啊，也没聊什么个人情况，所以就算聊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他也没有多想。相亲过程啊，用男士的话说，那叫做如沐春风啊。两人是越聊越开心啊，甚至还约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就去公园逛逛街看看电影。嘿，正在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男士电话响了，一看呢是相亲对象的电话，他还愣了一下啊，直接呢就问对面的女士啊，说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人对面也很懵啊。男士就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里面问他在哪，他进饭店了。然后男士就转向头啊，看向门外，一个姑娘呢也看到了他。那一瞬间啊，男士意识到啊认错人了。哎呦，当时现场刚干的哟，男士形容说呀，都差点想钻那个桌子缝底下去了。对面这姑娘呢也是啊，问了这个男士，哎，你不是谁谁谁吧？男人说我不是呀。这下好了，相亲做错桌了。人赶来相亲这个姑娘一看着一桌子吃剩的饭，那都是憋屈啊，别说这气到哪了，就问这个男士什么意思，相亲还得带排号的呗。把男士尴尬的也是起身连连道歉啊。对面这姑娘也抓紧起来道歉，说自己弄错了。男士一看呀，对面这姑娘要走啊，立马追了过去，要了个微信。这一操作呀，把人来相亲这姑娘气的呀，脸色都特别不好看，要求男士啊重新再点一桌，说自己不吃别人剩饭。那男士也挺不好意思呀，就换了个桌。结果这姑娘生气嘛，就点了很多很多的菜。她性格呢偏向有点强势啊，就有点得理不饶人。
那就不停的抱怨呀，自己是被挑剩的。男士也自知理亏，也没敢说太多啊，就主动岔开话题啊，做了个自我介绍。哎，这聊到学校的时候，男士说自己是985，谁知人姑娘却说呀，985算什么？我上一个相亲对象那都是硕博连读的。男士就问他呀，说你是哪个学校？这姑娘说完呀，他一查是个3本学校，顿时男士就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差了。这姑娘情商可能也不咋地啊，上来就一顿点评说呀，男士啊长得不合他的意，个子不高，长相丑等等。男士听了肯定也不愿意啊，这两个姑娘反差太大了。你说一个长得漂亮，性格又温柔，一个就是这个照片啊，性格还野蛮。于是呀，饭没吃几口就开始怼这个姑娘，说自己不适合当舔狗啊，不会哄她开心，两人不合适。这姑娘是越听越生气啊，说男士也不尊重她。男士呢起身就要走，说这顿饭AA，接着转给姑娘300块钱，然后删了好友。气的这个姑娘呀，跑过去啊，抓着他去要理论，凭什么到他吃饭就要 AA 了？男士解释说呀，这一桌菜呀，自己是一口没动，说这个姑娘太傲气了，不想跟他认识。于是呢，这个姑娘就给我打电话和我抱怨，哎呦，我这一坐车这一路啊，都堵得慌，说这个男士啊，明明做错了，怎么还成了他的不是？我呢跟男士沟通呀，哎，这个男士的意思啊，也是说这个姑娘态度不好，也不礼貌，自己做错虽然是错了，也道歉了，他还是一副不饶人的样子。最后两人是谁也不想联系谁了。给你们说个最后的结果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。就那一天，这个姑娘不是点了一桌子菜嘛，怕浪费了饭，喊来了另一个相亲对象来吃饭，并且给买了单。我听完是着实佩服呀，哎呀，臣妾真的想不到啊。具体后面怎么发展我就不清楚了。有些人呢，千万别把相亲啊当成养狗场。成年人相亲啊，无非就想找个处得来的对象，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并非故意的事情，大家就要互相去理解。相亲只是见个面就整这么多的事儿，那谁还愿意相处下去呢？还不拉黑等着什么呢？说真的，相亲就像开盲盒，不打开之前，你很难确定啊里面到底装的是屎还是巧克力。